看好了，再跑了你可别来找我了。多谢，你先先回家养2天，到时候杀猪我还找你啊。那感情好啊。这妇人好气力呀！这寻常人家这也养不起呀！啊，没见过女人抓猪吗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快走！这关的可是朝廷重犯，闲杂人等不许靠近。重犯？有我重吗？蠢妇，这可是朝廷要犯，破虏将军萧燕。萧燕？我才不要上战场受死，只有装作假死，瞒天过海，我就再也不用回到那个破地方了。只要挺过去，我就可以去京城，成为郡主的裙下之臣。好日子在等着我。张鹤瑶，战死。这是上面给你的抚恤金，拿着吧。这是萧燕将军特意申请的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当初我丈夫战死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从此变得如此肥胖。张家便将我赶了出来。若不是萧燕将军送来的抚恤金，我早已饿死街头。啥？皇上让破虏将军要饭？破虏将军可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呀，那我多少得给点。滚！无知妇人，你懂什么？他是对皇上不敬，现在要被贱卖为奴了。啊！俺不识字儿，这上面写的啥字儿啊？我看看啊，奉旨贱卖，破虏将军5两。天可怜见，风光无限的破虏将军，也要被发卖成奴隶了。我呸！谁让他对当今圣上不敬了？这不是找死吗？发卖为奴，那我可买不起。你买得起就敢买吗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买卖呢？就是，皇上敢卖，我怎么就不敢买了？要不你给我银子，看我敢不敢买？5两银子，你买不买？不买，买不起，我就4两半银子。人家又不傻，摆明了上面要整他，谁愿意出银子买个货使回家？也算是咱俩倒霉，遇上这等差事。都过来看看啊！前破虏将军只要5两银子，5两银子带回去给你当牛做马。我可不是忘恩负义啊，我是银子不够，别人钱多烧得慌，我又没钱，我买个大男人回去干什么呀？哎，造孽呀！原本是破虏将军，竟然被这般糟践，也不知还能活过几日。哎，我是没钱，我真买不起。陆七娘，你可别犯浑，你家可是有3个孩子要养的。贼老天，你这日子，你是真不想让我过了？你，2位官爷，这人我要了。你不是买不起吗？这是4两半的银子。他真多，这还差半两呢。我给贼主拿回来。这是半两的银葫芦，凑一凑，总够了。真可
算你命好，还真有傻子愿意买你。你买它做什么？回去配种啊？人和猪配种？我是寡妇，我丈夫死得早，没给我留儿子，我将来还等着人给我摔盆呢。如今我5两银子买个破虏将军回去生儿子，岂不是划算的很？可怜当年一柄长枪立下不世之功的破虏将军，竟会落到如此下场。你管他做什么？卖出去就行，早点收工，咱俩还能吃酒去。这人可真好看呀！哎，他好用吧？一回去生不了儿子，还能退不？去，银货两讫，概不退换。哦，哎，你起来，跟我走吧，我花5两银子买了你呢。他动不了啊！啥意思啊？他别不是个残废吧？哎呦，手脚残废，可是不影响你生儿子，只要你小心些，别把人压死。哎呦，都说这便宜没好货，现在我算是知道了。行了，我背您吧，大爷。走了，回去生儿子去了。哎呦，七娘，你不是出去卖猪了吗？怎的带了个男人回来呀？买了个相公，过2日办喜宴，婶子一定来捧场啊！哎呀，七娘出息了，你晓得买相公了。哎，大丫、二丫、三丫，娘回来了。不是说寡妇无子吗？他来了。娘，您不是卖猪去了吗？咋的，贩猪变成犯人了？你们娘啊，给你们买了个爹回来呢。喊爹。娘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卖猪的钱呢？您不是答应过我过年的时候给我做新衣裳的吗？咱们回家再说，别再让人看笑话。哎，这孩子跟我说笑呢。大丫，去把门打开，帮我把你爹扶进去。我原本已经决意以死相偿，结果非但没死成，还成了一个寡妇的男人。二丫、三丫，出来！刚才当着王婶的面，我不好说你，你这个性格在外人看像什么大人？娘，您说过不嫁人的，我不可能喊他爹。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就……他呀，就是破虏将军萧燕。当年啊，就是他为战死将士的家属每人争取到了15两银子。要不是因为这15两银子，咱们娘儿几个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如今呀，他落了难，身价5两。巧了，我这身上啊，刚好就5两银子。你们说，我应不应该救他？他配不配当你们的爹？原来他买我是因为这个。多谢萧将军的活命之恩。哎呀，
说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我还以为爹死了，结果爹还活着。你聋了是不是？他不是我们的爹，他是娘买来的。什么买来的？进了咱这个院子就是一家人，不管你们喊不喊，他都是你们爹。我萧燕天煞孤星，一朝落魄，反倒是有妻有女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大丫，你去做饭，少放点米，那些米咱留着过年吃啊。二丫，你去烧水。三丫，你跟着添柴。我还想跟爹玩。哎呀，快去快去，吃了饭再玩啊。我呀叫陆七娘，那个短命的相公啊，姓张，9年前在西北打仗的时候没了。19年前的安西之战吗？呀，你会说话呀？我还以为我5两银子买了个哑巴回来呢。穷人啊，就是命贱。我丈夫死之后啊，我们的日子差点撑不下去。还好遇见你走马上任，为死伤的将士家属争取到了抚恤的银子。我就拿那15两啊，买了大丫和二丫。至于三丫呀，她刚出生不久，就被人扔在了我的门口。哎，都是苦命的丫头。其实往前算起呢，你还算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呢。我不过做了分内之事，却没想到几年后，万千将士之中，有一个人的妻子会以这样的形式报答。所以啊，你也不用怕。我之所以说带你回来生儿子，就是怕在人前生事端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，我救你一命，咱俩就算是扯平了。你可以暂时住在这儿，不过这个家里还是我说了算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我们吃什么你就得跟着吃什么。如果你不听话，还挑肥拣瘦的，我就把你给扔出去，听见了没有？还算识相。还有啊，我那3个丫头，你最好离他们远点。如果你敢对他们动什么歪心思，我就阉了你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娘，热水烧好了。哎，来了。你要做什么？脏死了，赶紧洗洗，上床躺着。我不。你不想洗澡就想上床啊？不是。不是就洗澡。还是让我死了吧。不愧是打仗的人啊，这一身的伤啊！杀了我吧！萧将军，你也别害臊。我以前呀，在镇上的澡堂子干过一段时间。我买你啊，把我饭猪的本钱全都给花光了。回头呢，我还得去问问，看看他们还招人不。我记得当时是搓一个3文钱，我这一天呐，要是搓上10个，就有30文；搓20个，就有60文。怪不得搓澡10练，原来是养猪的，这可不就是给猪刮毛的动作吗？反正啊，怎么都能赚钱。好了，起
起来吧。哦，我忘记了，你不行，那还是我来吧。嘿，来，吃饭。天天喝番薯粥，嘴里都没味儿。想吃咸鸭蛋你就直说，你爹是病了才有好东西吃，你还惦记，还排撒。我又没说要吃，娘可别冤枉人。等以后我长大了，嫁个大官，让娘天天喝酒吃肉。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，还嫁大官？大官眼瞎呀，能看得上你？您别看不起人，等您老了，就等着享我的清福吧。好，你呀，少欺我一点，比什么都强。吃饭。爷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快吃呀，咸鸭蛋可好吃了。把这个给他们吃吧。你赶紧吃，这样身体才能好得快。我还等着你给我下地干活呢。这都腊月了，咱们贩猪的本钱也没有了，这个年可怎么过哟？怎么过都成，反正我只要一身新衣裳。还惦记着呢，这让我咋去跟他说新衣裳是没了呢？哎，咱们从州府回来的时候，不是给你带了不少新衣服的吗？娘，你不会是不想给我做新衣裳了吧？这不是没钱了吗？那钱呢？那在那坐着呢。您真的用所有钱买它了，就没藏着？二丫，好丫头，娘答应你，等明年开春，娘赚了钱，一定把新衣服给你补上，好不好？我的新衣裳。娘，要不我去屋里看看二妹？不用管她，她就是故意哭给我们听的，去了也落不着好。吃饭。算了，我还是给她送点去吧。我这头怎么这么晕？娘，二姐，娘出事了！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看娘是被二姐……正常不该是母慈女孝、姐妹相亲吗？哎呀，快扶起！娘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去找护神医。娘没事儿，就是晕了一下啊。哎呀，娘答应你的，一定作数啊！等明年开春了，咱不管攒不攒得到钱，娘一定给你买一身新衣裳啊！娘，你真傻。娘不傻，还能有我们吗？娘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还把她气成这样。她这样还身体不好？哪里是我气的？我对娘好着呢。行了，都好好吃饭。清汤寡水的，吃了跟没吃一样。娘，咱家就3张床，今晚咋睡啊？大丫，今晚我跟你睡。娘，你打呼噜，大姐睡不着，你不和爹睡一块吗？我跟你爹睡像什么话呀？娘，人家爹和娘都是睡在一起的，我就知道你给我找一个假爹来骗我。我爹是不是死了？我就是没爹的野种。什么野种？谁说的？你告诉二姐，哪个说的？看我不去砸了他的锅！
好了好了，三丫，收拾收拾，洗澡去。今晚我跟你爹睡。我要爹了，我要爹了！傻丫头。哎呀，哎，啊！他不会是要当着我的面洗澡吧？走，阿黄进去洗澡。阿黄，乖乖的啊，今天晚上给你洗干净，咱们上炕睡觉。原来他洗我和洗狗没什么差别。你说你多大的狗了，还不会自己洗澡？怎么感觉这话像是对我说的？做什么？大晚上的还能做什么？睡觉呗。回去配种。哎，不是手脚残疾吗？没想到劲儿还挺大的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大将军，咱们俩一人一床被子，这么大的炕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啊！原来只是让我睡觉。睡了吗？没有。我记得你是出身富贵人家吧？清平侯府，我是家中庶子，行二。嫡母是当今圣上第7女嘉禾公主，我娘是公主身边的丫鬟。那你现在落得这么惨，你爹娘一定更惨吧？没有，他们都很好。啊？那你到底是烧了祖坟，还是睡了小娘啊？我是为人所害，不想牵连家人，所以自请和侯府断绝了关系。可是就算断绝了关系，他们也不会不管你吧？这样也太过分了。有些事情你不懂。你这样就是瞧不起人了，不是？我也是在高门大户里当过差的。哎呀，虽然比不上你们侯府，但是啊，我想都一个德行。那为什么又回来了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就说来话长了。我原本想着呀，丫头就应该多长长见识，在州府啊待上几年，再攒点嫁妆，最好啊再能识文断字。然后呢？后来啊，我就发现州府那些个老少爷们儿啊，没几个是干净，可别再盯上我那3个丫头，我就带着他们离开了。在州府的这几年啊，加上年节的赏赐，足足攒了有50多两。可谁曾想啊，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把银子都花光了。大病？哎，是啊，大病一场，花光了50两银子，换来一身肥肉。哎，我这身肥肉啊，可金贵着呢。难怪以这家人的积蓄，怕是养不出这般身肉。原来还有这样的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哎，要不说还得是你们读书人会说话。哎，萧大将军，我求你个事儿吧。我早已不是什么大将军，叫我萧燕就好。你说。好，萧燕，我知道读书的好，你是认字儿的。若是你闲暇时，能否教我那几个丫头认字儿？一天5个就行。你为何有这种想法？女子读书要被人耻笑的。我管他们怎么说呢？读书要是不好，男人为什么要读书啊？男人精明着呢，肯定是发现读书好才不让女人去。可是我偏不信，
我这辈子呀，稀里糊涂的也就算了，可我那3个丫头啊，一定得活得明明白白的。她倒是与寻常妇女不太一样。好，我叫。陆启娘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杀千刀的，给我出来！哎呀，赵大嫂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你么事儿？还问我怎么了？当初可是说好的，你不再找男人，我才答应到虎头给你做上门女婿的。哇，我这场，原来是这事儿啊！嫂子，都是误会，你消消气儿，咱们屋里说。回什么屋里？怎么不能当大伙的面说明白吗？就是呀，怎么回事？娘，咱回去吧。回个屁！你个傻小子，你懂什么？本来他们家的银子最后都是落到你头上，现在买个相公回来算什么？且不说花了多少银子，他们是还想再生个儿子分家产吗？是赵大婶，你这话就过了。人家七娘死了相公，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。我呸！他不容易，我容易吗？他是骗婚，你懂吗？我要是告到官，他陆七娘是挨板子吃牢饭的。哎呀，要坐大牢啊！嫂子，且不说我这儿子能不能生出来，就算是真的生了，我这家徒四壁也没什么可分的。不过我答应你，将来不管如何，这套房我都留给大丫和虎头。我不提起来这废话，今天这婚呢，我必须退。娘，我不退，咱们家的事儿我说了算，今天这婚必须退。那就退吧。这门婚事我不要了，这门婚事我不要了。丫头，别胡说！哼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我看这婚事啊，今天就作罢。娘，我没事。赵伯母，我若是没记错的话，之前我娘是给了你们家20两彩礼。既然亲事作罢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要是去衙门告你们，你们全家都得挨板子吃牢饭，还好意思跟我提彩礼？当我儿这2年怎么算呢？赵家嫂子，你说这话就不厚道了。你家虎子才15，耽误他什么了？你既然不愿意做亲，就把人家银子还回去嘛。就是。真的要退了？你不是喜欢人家虎头吗？娘瞅着也是个老实孩子。娘，算了。大丫，你怎么这样？咱俩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娘今天就是不高兴，多说了2句，也不见真的退婚。你娘不高兴，随意说几句，就差点把我们家送进衙门挨板子。说是你要真较起真来，难道要诛我们9族吗？我又没说要退婚。你没说，可是你们家的事情都关起门来商量好，在这里闹事，让人看笑话。我不管，今天这婚呢必须退。这20两银子是你们欠我家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我看谁敢来我家20两银子，那就都别活了。这青天大白日，你们家还想杀人不成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添什么乱呢？娘，那可是20两银子啊！赵家嫂子，这事儿没提前知会你们，是我们理亏。你要退亲，我认，但这彩礼啊必须退。这事儿就算是闹到官府衙门去，也是我们占理的。等我儿这2年，嫂子，我记得您家大壮现在还在考秀才，是不是？若是因为这个事儿闹到官府衙门，让他抬不起头来，你们也是不值当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再想想，我回家再想想。胡子，我们走。行了，这大日头的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哎，再讲说真是。娘，你怎么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呀？傻丫头，那可是20两银子，进了人家的口袋，哪那么容易要回来？回头啊，咱们叫上李正，再去要便是了啊。你呀，要是闲得没事儿干，
就去把胡神医叫过来。娘，您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你少气我点儿，我就没有不舒服。是你爹，让他给他看看啊。咱们哪里还有钱给他治病？那就先欠着呗，反正胡神医都习惯了。去吧。知道了。娘，胡神医来了。哎呀，老胡，你来都来了，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还带来一条鱼。这，哎呀，我说陆七娘，你还欠我2两银子的医药费没给呢，你这是又盯上我的鱼了？这是别人送给我的，我这还没领到家呢，就被你家二丫抓来了。哦，好女儿呀，想吃鱼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帮你收拾好鱼，省得嫂子回去麻烦是不是？哎呀，叫上大丫把鱼收拾好。哎呀，找你过来是看病的，那么枯燥干什么？看来他们与这位胡神医关系要好。哎呦，这不是破虏将军啊！哈哈哈，见笑了，鄙人萧燕。哈哈哈，倒是让七娘捡到了便宜啊！来，收给我吧。这不就是被人下了10香软筋散吗？5日就会恢复如初。看来背后之人没想要破虏将军的命。陆七娘好运道啊！哈哈哈，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好着呢啊！用意，我被人下了毒，浑身无力，甚至都不能站起来，在这位神医嘴里倒是好着呢。陆七娘能生不用愁，你现在就想着好好挣钱养你的相公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就他这样好着呢，他动都不能动，要不要开个方子什么的？你还想开方子啊？你有钱抓药吗？会有的。放心吧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好好养着就行了啊！我走了。哎，那鱼，哎呀，那鱼就不要了，给你相公好好补补身子，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。哼，这个胡神医语气轻佻，七娘该生气了吧？哎呀，听见没？今天咱们有鱼吃了。吃吧，听说啊，喝鱼汤好得快。放心，胡神医说你没事儿，那就肯定没事儿。你别看他这人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是医术还可以。但愿吧，吃人嘴短，还是不评价的好。行了行了，都吃饭吧。大姐，我要吃鱼，你帮我夹。给你。娘，咱家什么时候才能天天吃上鱼肉啊？要不我试试去冰钓，现在年关到了，这鱼可贵了，没准能卖个好价钱。算了吧，还不够受冻的。您再冻病了，吃药的银子都没给。要我说啊，就去萧家要钱。要不我试试去冰钓，现在年关到了，这鱼可贵了，没准能卖个好价钱。算了吧，还不够受冻的。您再冻病了，吃药的银子都没有。要我说啊，就去萧家要钱。娘，我的那块玉佩，不行，那是你亲娘留给你的，总要留下，也是个念想。为什么我娘就不来找我呢？说不定我出身富贵，被人偷了出来。快给我醒醒，现在天还没黑呢，就做上梦了。吃饭。娘，你脖子上那个银葫芦呢？我拿去给你们买了个钿。哎呀，吃饭，赶紧吃饭啊！等一会儿吃完饭啊，我出去转转，看有没有需要零工的。娘，你还是别去了，你还病着。好像为了我，这个家里真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没事儿，这人活着嘛，不就得干活？只要天塌不下来，就得干。有人放4宝吗？没有，这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来那金贵玩意儿？
吴叔，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我不是说你，你家日子本来就过得不容易，还买个病秧子回来，你是嫌日子太好过了是吧？哎呀，紧一紧，总饿不死。您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差人知会一声就成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不知道吧？有人已经把你告了。啊？这买相公犯法吗？不犯法，但是让人眼红。哎呀，这有啥好眼红的呀？他们眼红，让他们买去啊！哎，又不是多贵，5两银子能买个大活人呐。你以前不是在周家待过吗？都说你赚了很多银子，个个当你面对着你笑，背地里眼睛都羡慕红了。哎，可是我生了一场大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我是让周家赶回来的，这您是知道的呀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有钱，他们就能眼红吗？他们就能抢吗？到底是哪个下作的东西在背后嚼我这个寡妇的舌根子？他也不怕我后腰哥把他带走？你别问那个，现在这个人已经把你告了，说你家多了口人，人头税没有交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这人活着呀就得交人头税，一人1年500文，喘气儿的呀都得交。吴叔，要不您再容我2日，我去凑凑钱。听我的，赶紧把它卖了。哎呀，这卖不掉啊！这萧燕这样，谁买啊？谁家缺祖宗？那你还买？哎呀，哎，有个好消息，我悄悄的给你透个风，别出去跟人说。有一头老牛不能耕种了，官府允许我们过年宰杀，家家户户都能分点肉。那么多人，每个人分不到1斤肉，1斤肉才几个钱，500文的人头税啊！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吴叔啊，谢谢您的提醒，我赶紧凑钱啊，把这个税交上。哎，回头啊，杀牛的时候您叫我帮忙，我早早就去。大后天，你在这之前把人头税交上，否则分不到肉。回头人头税也赖不掉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哎，好嘞，那走啊。这下好了，我的新衣裳没了不说，去哪里弄500个钱？这个年都不过了。闭嘴，坐下吃饭，我去凑钱，不用你操心。娘，我这里还有24个钱。我有4个。我只有30个。二姐，你骗人！你明明有很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胡说！我哪里有好多？我明明只有52个钱，我出了一大半还不行吗？好了好了，不用你们小孩的钱，都坐下乖乖吃饭哈。既然我把你带回来，就一定能养活你。娘，你要去哪里？借钱去。去哪里借钱？大人的事儿你们少管，你们3个把家看好就行啊。知道了，娘，慢点。亲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赵叔，我找松烟，您能帮我喊一下他吗？松烟，您是要找我们5公子吧？他今天去直隶拜师，这过年也不回来了。不是，我就找松烟。好，那您稍等。好。姐姐，你等我高中回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松烟，你借我半两银子行吗？不行。你就救个急，我赚了钱马上还给你。你行吧，我就看在5公子的面子上帮帮你。
1两多。哎，松烟，你等等，我去找个银等子回来称称。哎，救急不救穷，还是要尽快赚到钱还给松烟。马上要过年了，家里还有个病号，怎么也要让他们吃上一顿带肉的饺子。娘，您挣到钱了？没有，借来的。您找谁借的？又给人赔笑脸了？我去找人家借钱，不赔笑脸，难道我还哭给人家看啊？娘，你忘了还要分牛肉呢。记着呢，我现在就去李正家里把人头税交了，买了1斤猪肉挂起来，过年咱包饺子吃。去吧。李正，这是我们家的人头税500文，你数数。好。陆锦娘，你快回家看看，有人跑你家闹事了。什么？陆七娘人呢？勾引我儿子，到底还要不要脸？你胡说！我娘不是那种人。哼，你就是她闺女，那你和她一样，也是勾引人的小狐狸精。江婶子，有什么跟我说就行了，犯不着拿孩子撒气啊。好呀，你终于出来了。你说，你今天是不是勾引松烟，还找他要银子？哎，我是拿松烟当弟弟的，这确实是借了银子，不过我会还的。看，你承认了吧？你就是看上了我儿子。你放屁！我娘连5公子都不稀罕，还稀罕你的好儿子。哼，不稀罕5公子，那可是20岁的举人，也不怕风大，长个舌头。郑婶子，我带着3个丫头，就没想过再嫁人。哼，说的好听，不嫁人还买个相公。买相公？什么买相公？哎呀，这个说来话长，你先跟你娘说清楚，我对你啊可没有别的企图。你等等，您要是再胡闹，我就找我爹来。我这白养了你！看什么看？你说什么呀？走。陆七娘，5公子不在，你竟然背着他买相公，他对你……打住啊！你要是再编排我跟5公子，就别怪我翻脸了。再说了，我找不着相公，买一个怎么了？你厚颜无耻！哎呀，行了，快回去吧，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啊。你相公呢？我倒要看看谁能比得过5公子。你找我？相公呢？我倒要看看谁能比得过5公子。你找我？没有。什么人物？怎么有这么大的压迫感？你从哪里买的相公？萧燕，他待我有恩，如今他落了难，我就……谁？沃鲁将军萧燕。你疯了！我受了人家的恩惠，总不能见死不救，对吧？算了，萧燕这种人肯定看不上陆七娘。你总要注意一些自己的名声，若是坏了名声，就算5公子高中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快回去吧。啊！哎呀，原来他有喜欢的人，是我鸠占鹊巢的。娘，你把屋里那个送走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哎，不是说你。娘，要不是他，你也不会借钱，郑婆子也不会那样骂您。听他胡说，那郑婆子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要跟他抢儿子。娘，5公子对您那么好，5公子对谁都好，不许胡说。嗨，大丫，今儿晚上弄点稠的，这天大地大呀，也比不上吃饭大。不就是一点银子吗？老钱婆狗眼看人低，等我赚到了银子，我一定砸他脸上。这都是因为我
他们才如此拮据。现在啊，年关将至，有许多店铺都关门了。明日啊，我去状元楼走一走，看看能不能找点小生意。做生意？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哎，你这丫头，好好的吃着饭，你是不是又憋着什么坏水了？娘，你冤枉人！等我赚到钱。水给你备上了，若是有事儿，就等大丫二丫他们醒了，叫他们便是。我先出去一趟。我得想办法赚些银两，不能全让他一个人承担。娘走了。走是走了，只不过你真要这么做吗？要是娘知道了，我这是在给家里赚钱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毕竟她还病着呢。不用，我和三丫就够了。行了，大姐，我进去和她说。喂，昨日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吧？我娘去借钱，别人追上来骂，你有良心，也不想那样的事情发生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大概是我进门来二丫对我最客气的一次。难道她想趁陆七娘不在，把我这个累赘撵走？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带你去赚钱，让我娘早日还钱给那老钱婆，让她闭上那张臭嘴。带我去赚钱？对，你去不去？那我需要怎么赚钱？你就躺在那儿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躺在那儿？没错，躺在那儿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你能不能做到？那我若是动了一下，那就是诈尸了，不许动。你要卖身葬父啊？你要卖身葬父啊？胡说！我娘说了，就算我们再穷，也不会卖掉我们的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要饭啊！腊月死了爹，剩下2个小女孩，谁见了不同情？好，好，好，真是个好主意，好到我无力吐槽。又不让你出力，你总不会拒绝吧？不会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得用席子把我裹起来，不准让我露脸。既然已经没有脸再去丢了，但我还有一点点没用的矜持残留在我的骨子里。是真行，答应你。今天这个活计好啊，搬搬抬抬就挣了1两银子。唉，买了饴糖和纸笔，就花掉了一半。唉，算了，不玩了。明天啊，李正带着咱们去杀牛，先过个好年再说。我怎么闻到了肉味儿？谁家炖肉了呀？再让我闻一会儿吧。哪里有肉给你吃啊？娘今日没买肉啊。娘，锅里有肉。什么？有肉？哎，是有人来赎宵宴了？我就说嘛，他这么大的官肯定值钱。娘，不是的，是我和二姐，还有爹一起赚钱买的肉。什么？娘，不是的，是我和二姐，还有爹一起赚钱买的肉。什么？就你们仨？娘，您瞧不起谁呢？娘，您不知道多吓人，有人怀疑我们作假，竟然查看屋里那个的呼吸。不骗您，我腿都软了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你肯定没被发现呗，要不你能在这儿跟我嘚瑟？对，他竟然会闭气，骗过了那些人，有点厉害呀。你以为破虏将军是饭桶啊？他可是天上的紫微星。拢共收了有262个钱，250文上交给您，用12文钱买了半斤多肉，
大姐剁碎了熬肉粥呢。你们就不怕遇到熟人丢脸啊？丢脸没有吃肉重要，我明儿还去。不许去了。哎呀，咱家又没到吃不上饭的程度。再说了，伸手来钱是快，但是人啊，一旦习惯了跪下，就很难再站起来了。哎，你爹呀，他身体不好，一来二去给他折腾病了，咱还得花钱给他治病，不划算。哎呀，好儿呀，来，娘知道你是心疼娘，哎，娘今日也赚到钱了，来看看我给你们买了什么好东西，来，看饴糖，还有红绳儿，快去拿着，给大姐也分一点，快去。二丫胡闹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会有人替我赎身的，你不必怀这种希望。哎呀，我也就是随便说说。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你是觉得我今日死得不够逼真吗？再撒点纸钱，氛围就拉满了。哎呀，这是给我死去相公的，这个才是给你的。这是……你不是要纸和笔吗？今天特意给你买的。这是什么字啊？你的名字，陆七娘。原来这契字只有2笔啊，可不是嘛，丢掉的东西可不容易。丢东西？我娘把我卖了，给我爹点妾生儿子。后来我到了张家，我公公就说我的名字里啊要加上这个契字，这样啊老天会多怜爱我一些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我呀命硬，人家都说娶个悍妇回家鸡犬不宁，娶我陆七娘鸡犬不留。个人命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倘若真有命硬这一说，那直接把你投入敌方军营，何须我方将士出生入死呢？好好好，还得是你们读书人的嘴。哎，以后啊再有人这么说我，我就给他顶回去。哎，其实啊我也不相信那些，我做人坦坦荡荡，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好人啊就应该有好报才对。好人有好报吗？那我是作恶多端，才落得今日这般下场。哎，你再帮我个忙呗。哎，你再帮我个忙呗。什么忙？帮大丫、二丫和三丫起个正经的名字。好。昭昭，卓卓，皎皎。3个女儿虽然性格各异，但是她们身上都有陆七娘的影子。昭昭坚韧，卓卓血性，皎皎生命力旺盛。
真好听。哎，小叶，你是我见过比我哥更会读书的人。大丫、二丫、三丫，你们有新名字了。卓卓，我喜欢这个新名字。娘，这肉粥真好喝，明日咱们分牛肉，咱们回来熬牛肉粥行吗？明日啊，我自有安排，吃完就帮忙洗碗去。娘，我嗓子疼。你洗碗又不用嗓子啊？等着，明日啊，咱们喝牛肉汤。真的？哎呀，明日天不亮啊，咱们就得起来，你也得去。你去杀牛，我也要去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得拉着你出去溜溜，让大家都知道咱家多了一口人，这样也能多给咱们分点肉。李正那儿不是已经交过人头税了吗？那又不是人人都知道，我这叫带你过明路，以后有什么好处都不少了你这一份。哦，太过分了！明明是您杀的牛，却给了我们一副牛骨。懂什么？今日啊，咱们可是占了大便宜了。娘，您是不是被气傻了？傻二丫，你娘我这叫智勇双全。唉，娘，你这牛骨剔得太干净了，一点肉都没有。我是故意的，要不然就该有人跟咱抢了。今日的陆七娘和往日的有些不同。她好像永远都有用不完的力气。哎呀，看这什么？哎呀，看这什么？是油纸，比肉还金贵的油纸。原来他从一开始盯上的就是这一副牛骨架。大丫，去烧水，这油脂得熬一天呢。哎，二丫，去帮忙。这日子感觉也不错。娘，什么时候能喝汤呀？小馋猫，明日才能喝呢。可是我现在就要喝。来，给你一块。哎呀，去拿着，跟姐姐分着吃。一块一汤还得分3份。快去吧。哎，你醒了？正好，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。等等，啊！娘，快来看呀！哎，这下成了，还等什么？快点！不是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我能下地了。那快起来，走几步。快走几步。哎，慢点，你行吗？萧燕，别勉强啊。
比那缺头的乌龟要强点。你这个人怎么还记仇啊？老胡的医术还是可以的，他说没事儿就没事儿。应该没这么简单。大丫、二丫、三丫，你们爹能站起来了。娘，先不管那个爹了，你看锅里这么多油，咱们1年也吃不完啊。我早就知道，要不我忙活什么呢？来，大丫，去给你孙太奶奶送去。哎，用布包上啊，别让人看见。娘，咱们都穷得叮当响，你还给孙太奶奶送啊？哎呀，之前我生病，他不是还给咱送过6个鸡蛋的吗？再说了，你爹活着的时候跟他儿子交情好着呢。娘，你还提那6个鸡蛋的事儿吗？都是臭的。哎呦，你还记得呢？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鸡蛋，不舍得吃，放着放着才放坏了。哎，大丫，快去给你孙太奶奶送去啊！你谁啊？孙太奶奶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大丫来了，有啥事儿啊？哦，这是我娘让我给您的牛油。好孩子，替我谢谢你娘。你娘是个好人呐。张鹤瑶，他配不上你娘啊。杨郎，你回来了。就知道你不听话，乖，把鸡汤喝了。来，张嘴。不想喝，油腻腻的。我已经叫人把浮油撇掉了，你看，一点油腥都没有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喝一口，不忍心辜负你的良苦用心。娘，大姑娘，可不能去啊！你我都已经是夫妻了，你还怕什么？我怕成欢一时半会儿无法接受我徐徐图纸，这样起码让他不讨厌我。娘，姑娘，娘，今晚我要跟你睡。你已经是大孩子了，应该自己一个人睡的。快跟奶娘回去。郡主，奴婢本来是要拦着大姑娘的，只是……郡主，我忽然想起府上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我今晚睡在书房，先让承欢陪着你睡，免得你害怕。娘，就让我留下嘛。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大人，孙大人过来传话，说老家那边一切都好。好喝，我中午还要喝。馋丫头，喝了2大碗。哎呀，今儿天好，我去山里边转转，没准啊能打到野鸡、野兔什么的呢。娘，快别去了，
这会儿山上的人比兔子都多。总要试试。我走了。娘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不会有事吧？不会的，娘不会有事。他该不会进了深山迷路了吧？大姐，我们去找人，帮忙一起找娘去吧。得去找李正，他说话好用，别人怕是不愿意帮忙。娘！小野！你没事吧？小野，你没事吧？小野，你没事吧？小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哎，大丫，你啊，给我看着点那个野猪，我弄完你爹我就弄他啊。野猪啊？你知不知道打野猪很危险的，稍有不慎会丢人命。哎呀，你呀，不用担心，我的力气比3、4个男人都大，担心什么？啊？你都是我拖累了他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下次不去了。来。你呀，先在炕上躺躺，我去把野猪弄起来啊。丫头们，你们猜这个野猪有多重？差不多200斤，它呀比一般的野猪都要大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还抓野猪？娘，今日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们就都吃点砒霜，一起去算了，谁还活什么？哎呦，娘，我害怕啊！不怕啊！哎呀，娘不是故意的，今儿啊，我刚一进山就碰见了虎头他爹遇难，我就帮着去救人了。哎呀，这野猪啊，纯粹是意外之喜，要不怎么说好人有好报呢？哎，这下咱家能过个大肥年。娘，哎呦，大姑娘，你可别哭了，把邻居招来，咱家这野猪就藏不住了。娘，您救他做什么？还黑我们家20两银子的彩礼呢。娘，您救他做什么？还黑我们家20两银子的彩礼呢。退亲这事儿吧，确实是他们家做的不厚道，但也不是什么杀父之仇啊。我先把这野猪啊弄到厨房去，明儿天不亮我就拿去卖。娘，明儿就过年了，还有谁买它？那么多富贵人家，总有人买它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他躺的也太平了吧？该不会是前2日被二丫训练的？你这样躺着能睡着？能。你带着野猪去云雀里云国公府找3少爷试试运气。云国公府，你了解他家的情况？若是他不让你进，你就说或许3少爷感兴趣呢。哦，好。记住，一定要卖20两银子，咬死不松口。哦，明白。哟，这猪怎么卖？20两。20两银子，你倒是敢狮子大开口！以为我没买过野猪啊？3两银子我都买过。
我倒是想给您便宜一些，可是我怕回去我家男人打我。他说了，这猪啊卖给府里的三少爷20两，便宜了不行。哟，他倒是个嘴的。去吧，去账房领银子去。20两，20两，去吧。好嘞，开始交好运了。萧燕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自从你来了咱家之后，真是日日都有进项。你得了多少银子？20两，整整20两。哎呀，这样之后我想做些什么，我就可以做什么了。你可能要给我花点银子了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我这肋骨似乎是断了。啊？你这破鲁将军是纸糊的吗？怎么碰一下稍不小心就碎了？别动啊！我给你正正骨。来，哎呀，不是陆七娘，以后你能不能换个姿势啊？就你这大体格子，能直接往他身上坐吗？不是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那谁能控制得了摔倒的姿势啊？啊，不是，你是说你是摔在他身上的？那不然呢？我还是故意的。哼，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枕巾多少？我给你。枕巾你给我，行啊，50两。那没有，你赶紧吧，回家过年去吧。陆七娘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钱了？哎呀，也没多少。这2个人，哎呀，陆七娘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这个病要想痊愈，至少还得40-50两。你要是有钱了，你赶紧给我，我好给你买药去，要不然你这病怎么能痊愈啊？你留着钱要下崽啊？胡神医，你说什么？我娘的病还没治好吗？哎呦，当日我给你娘治过。哎呀，你别听他胡咧咧，他喝多了。你放开他，你不放就是心虚。好，你不放是吧？你这个丫头就是个犟种，怎么能一不高兴就去撞墙呢？胡神医，你说，你撒谎，你不是人！夏姐，你快来听听啊！别！哎呀，陆七娘，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要瞒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啊？你说这个，你赶紧跟他们说了，别瞒着了。哎呀，不就是少活几年吗？又不是马上就死了呀。嘿，我说陆七娘，当初我就告诉过你，你这个病，我给你用药先发胖，咱们先把命保住了，然后咱们再吃药，身体瘦下来，这样才能完全康复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娘完全治好？因为没钱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呀。嘿，我告诉你们，嘿，3-5两都能把人难死，更何况是40-50两啊！啊，40两就能治好吗？差不多吧。好，你等着。大姐，周府买丫鬟，我们俩加起来肯定能卖40两。给我闭嘴！我要是用你们卖身的银子治病，我倒不如马上死了算了。好二丫，咱们不急啊，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有20两了吗？等过完年之后，咱们一起再出去赚钱，再攒20两就够了。你放心，娘啊一定会长命百岁，还等着看你们成婚生儿育女了不是？啊，20两，那还差20两。好，胡神医，我这就去找20两来。您是咱们村最德高望重的人了，也不用您出头，您就找准时机说几句公道话就行。
这银子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，也不用那么客气。主要是我呀，看不惯那个赵氏眼皮子浅，欺负你们孤儿寡母的。娘说的果然没错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也是没办法。但是我们3个不能没有娘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要是银子讨回来的话，您就是我娘的救命恩人，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的。乖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大过年的，活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了！二爷，说干什么呀？大过年的，你薅哪门子丧啊？我娘是活不成了，我娘活不成了！有个20两的彩礼，我们就当喂了狗。可是我娘为了救萧大山，受了重伤，等着银子救命。你们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姐妹2人，好不好？把银子还给我们吧。我也见了，契娘把大山从山上带下来，如果不是契娘，大山这个年啊，怕真是过不去了。救命之恩大于天，更何况契娘因为你男人受了伤，你这要不把20两还给他吧？那个两家也就不结矛盾了，好好处。胡说八道！他就搭了把手，怎么我们还得给他养老送终不成？哼！搭了把手，赵伯娘说的轻轻，把萧伯喊出来。如果萧伯说是我娘救了他，求您把银子还给我们。实在不行，就算是您借给我们的，等以后我们有了钱，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我们会记得您的。娘，你就把银子还给他们吧，我爹确实是他们救的。屁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哼，20两银子，2两都没有。我的娘啊！你活不成了，你活不成了！你救人，谁救你啊？我的娘啊！我的娘啊！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你连脸面都不要了。娘都要没了，我还要什么脸面啊？可怜见的孤儿寡母，你大过年的，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，谁会这样啊？哼！求求各位伯伯伯娘、爷爷奶奶、哥哥姐姐，你们帮忙说句公道话，让他们把银子还回来吧，那是我娘的救命银子啊！这以前就算是借的，你也该借。契娘救了你，救了大山，也是救了你们这个家呀。等等，等等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快回去！的确是你娘救了我，这钱是我们欠你娘的，拿着20两银子，回去救你娘。不行，不能给他！娘，二丫，咱们快走！谢谢虎头哥哥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你敢打我！你们2个都是根本就老八怪的东西！哼！喝水。娘，我们有钱了！拿走，给我娘开药。哎呦，赵氏肯给你银子啦？当然啦，你也不看看是谁去要的。哎呦，行了，娘先躺着，我和胡神医去买药。你是怎么要回来的呀？撒泼打滚呗。
娘，您干嘛那么肉麻啊？赶快给我银子，我和胡神医去买药。好。这过日子啊，就像是漏水的瓢，这一边舀一边洒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攒到钱呀？娘，钱能再赚，命能吗？你要是再这么说，我要生气了。啊，好，我不说了啊！走，我们去买药。你这个小丫头啊，走，买药去。娘，您歇着吧。我又没什么。娘知道你们啊都是孝顺孩子，放心，娘啊舍不得死，肯定得长命百岁的陪着你们。陆七娘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，但是高贵的灵魂让人仰望真实。娘，我去准备年夜饭，你先休息会儿吧。一起去。休息。这尴尬了，想出去跑2亩地抓石头猪。不用担心银子，日后若是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，你可以送去国公府卖给三少爷。怎么，那个三少爷是个纨绔啊？你认识他？那你俩肯定是有仇，要不你怎么总是挖坑坑他呢？我想想啊，还有什么玩意儿是稀奇的呢？他生于富贵之家，没有见过的都是稀奇玩意儿。那好呀，之后我再有什么好玩的，我就去试试。还是给那小霸王写封信，陆七娘，你应该有更好的人生。要不怎么说，还得是赚有钱人的钱呢。有人呢20两买野猪，有人呢尸骨无存，才得15两抚恤银子。哼！娘，药买好了，胡神医说了，只要您喝了，病就会完全好，以后再也不会犯病了。天还这么冷，这么快就买回来了？娘，快喝吧。这药看起来就这么苦，确定能喝吗？娘，胡神医说了，喝药才能好。是啊，娘，快喝吧。我头怎么这么晕啊？娘，没事，别大惊小怪的哈。娘，胡神医的医术还是可以相信。娘，没事，胡神医说了，娘喝完药就会晕，这是正常的，你们都别担心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出发还熬着药呢，你看着娘，我去盯着。好。卓卓，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先说是什么忙，我再看能不能答应。我写了一封信，麻烦你帮我跑个腿。有什么好处？你要是给我送好的信，就有新衣裳和年货了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这个冬天，你跟你娘都不必为难了。那信呢？快点给我，要是我娘知道了，她肯定不让我和人讨东西。
你就和门房说，找三少爷，如果他们不放你进去的话，就凶一点，说如果三少爷怪罪下来，他承担不起，他们就会帮你送进去。好。那我娘呢？你娘这有我在呢。陆七娘在家吗？你是？我是来送年货的，我找陆七娘。送年货？谁啊？走错门了吧？啊，没走错。不是交代了要置办一些年货吗？怎么就带了一头羊过来啊？云婷真是从来没有靠谱过。你是谁啊？陆七娘呢？我……你找我？你找我？娘，你怎么？啊？什么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用这个眼神看着我？娘，你现在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一样。啊？这无神医的药真神了！原来她这么漂亮。你就是陆七娘？啊，是我。啊，我是来送年货的，这是一只羊，还有这些衣裳。是松烟让你送来的？竟然不是云婷的人。哎呀，你瞧我，都忘了自报家门了。我叫王三，是在州府帮忙修房子的。那你替我谢谢松烟。那天色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行，那我不送你了。娘，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。我再怎么变也是你娘。我刚刚说错话了。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啊。啊。哎，二丫呢？骗子！你这个大骗子！大过年的嚷嚷什么呢？叽叽喳喳，就显着你了。你又谁啊？嘿，我是你娘。你胡说！我娘不长这样。她就是咱娘。怎么，连你娘都不认识了？娘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啊？花言巧语。哎，你刚才说骗子，怎么回事？娘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他让我去云国公府给云三少爷送信，结果我差点被人打了一顿。啊？怎么了？你没有见到他吗？我还见到他了呢。要不是我机灵聪明、美丽可爱，人家非要打我不成。怎么会？真当有新衣服穿呢。怎么没有新衣服穿啊？那新衣服在屋里待着呢。你们三姐妹一人一件。啊，我有新衣裳穿啦。去看看。你也去看看。你别难过呀，现在日子都挺难的。看来我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。亲娘，快开门！亲娘在家吗？大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子了？嗨，前2天吃药就瘦下来了。哎，你这孩子受委屈了。大娘，来里面坐。慢点啊，大娘。这是你这抢了谁家的？
孩子，大娘知道，只有你还惦记着我。等我死后，你就替大娘张罗着身后事，剩下这些就都留给你了。不是大娘，你这从哪儿来的？这件事儿我谁都没告诉，大概是3年前家里来个人，给了我20两银子，说是顺子的朋友啊。临走时还特意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后来又来了2次，每次都给我留了20两银子，有零的有整的，说是为了我方便花。这钱呢，你留着。你这孩子有苦从来不跟别人说，我这老婆子不爱说别人坏话，更不会去说一个死人的坏话。可是那个张鹤瑶，他不配你，我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他。你和你现在的相公好好过日子，听大娘的，忘了张鹤瑶。大娘，什么意思啊？反正你又重新嫁人了，我才敢告诉你。你以为他当初放着好好的书他不多，他非要去投军，还带走了顺子。这事儿我哥跟我说过，他说科举舞弊伤了他的心，他告科举出不了头，他那都是骗你的。他在学堂受了气，别人都嘲笑他，欺负他。谁欺负我哥？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。还跟你说，他都嫌你给他丢人。他跟我说，你给他送饭的时候，那蓬头垢面的，他脸都没地方放啊。我当时给他骂了一顿，他也认了错。可是后来，他还是拐着顺子去投了军。我就知道我说的话，他压根就没有听进去啊。他和顺子原本就是家里的独苗苗，是用不着去投军的。大娘，亲娘，你不欠张鹤瑶的。这个相公挺好，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多生儿子。你那几个姑娘也不错，可是她们早晚要嫁人的不是？你千万不能招入赘呀，一定要把她们嫁出去，自己生儿子，鼎立门户。我今天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都说出来了，我也算松了一口气呀。这些钱呢，你留着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好孩子。亲娘，你很好的。什么好不好的？反正我哥都死了，说这些也没什么。说不定是孙奶奶，她年纪大了，说话也真真假假的，对吧？啊，她可能因为顺子的缘故，心怀怨恨也说不定。陆七娘，我希望你觉得你永远值得被爱。我来吧。你病还没好，回去休息吧。陆七娘，李正，您怎么来了？七娘，大喜呀！你坐下来说。七娘，张鹤瑶没死。你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疼！哎，七娘，你松开我！你刚说什么？张鹤瑶没死，你哥还活着。我哥还活着啊！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不仅没死，还做了大官，而且他清明就要回来给爹娘扫墓了。你说我哥没死，还做了大官？你说我哥就要回来了？我没在做梦吧？不是梦，我刻意问了，不是重名，就住咱这地方。
连你公婆的名字都对得上。哥真要回来了。七娘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那个相公。我原本想让你悄悄打发他走，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。你看如何？原来是正主要回来了，我这个冒牌货也该走了。我不能赶他走，他是我张家的救命恩人。等我贺瑶哥回来，我亲自跟他解释。你不知道，男人有时候面子最大，外面的风言风语传过来不好听。那我也不能赶他走。好好好，七娘，你不用着急，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，啊。萧燕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刚才李正说，我哥没死，他要回来了，我们一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大丫、二丫、三丫，你们爹回来了！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想让我喊爹，除非给个大红包，得1两银子那种。我给你10两。爹，娘，10两。你们爹就要回来了，从此咱们一家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你说我现在干点什么好呢？娘，我们今晚挤一挤，把政务让给萧舅父吧。舅父？对，要喊舅父了。萧燕，那之后你便是我亲哥哥，你放心，我贺瑶哥他人很好，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他定会帮你的。帮不帮我不重要，只希望他对得起你这片真心和坚守。亲娘，我不能再在你家了。萧燕，你别听李正胡说，贺瑶哥不会怪你的。我如今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你没好呢，肋骨还没好呢。那没有大碍的。亲娘，我知道你做事问心无愧，坦坦荡荡，但是众口铄金，忌讳效果。我先搬出去，卖身契还在你手中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有手有脚的，饿不死的。萧燕，你真不用出去。亲娘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这些日子多亏你照顾，大恩不言谢。那这是你赚的5两银子，你带走吧。我已经在这打扰多日了，这卖身钱不能要。亲娘，后会有期。娘，爹要回来了，我带你去胭脂铺子里看看吧。我不去了，我还得买猪呢。买猪？娘，您怎么想的？我爹都当了大官，您还要养猪？哎呀，我这人啊，闲得慌，我得找点事儿干。娘，您这不是天生劳碌命，有福不会享吗？你爹就算当了官，那也是个青天大老爷，多1分的钱都不会拿的。娘，中了！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五公子中了！哎，是中那个状元了还是探花？中贡士啊，贡士才有殿试的机会，以后才可能中状元。好事儿，那是好事儿啊！娘，咱们算五公子身边亲近的人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表示一下。二丫说的有道理，最起码让五公子知道咱们还惦记他。哎呀，算了，让他好好读书吧。娘，跟着您啊，占不到一点便宜。这便宜就这么一点儿，这都想占啊？咱们呢，就别去打扰他了，好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又不是过不下去了。呀，客官，您要几间房？客房2间。哎，好嘞，2位里面请。大人，这么多年，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这次回京，我会一直留在京城。你可以在你祖母身边尽孝了。大人，您为什么偏要撇下郡主，自己先回去呢？如果您是担心小嫂子，亲娘那边，我可以替您先回去跟她说一声。她脾气太倔，不听劝，我必须亲自回去处理才会放心。那您打算如何安置亲娘？给她买一处房子，再给她一些银两，让她安心带她3个领养的孩子。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她等了我这么多年，不会不听我的。娘，家里来人了！娘，快出来！哥，你回来了。大姐姐回来了。三丫，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不要在爹面前提起之前的爹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？嗨，我喂猪呢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来。走吧，哥，咱屋里是孩子。别碰我！爹！三丫，快！没事吧？哥，这孩子不懂事儿，瞎喊的。他们不是我亲生的，都是我领养的。我没嫁人，这些年我一直守着咱家的。大丫，快给你爹煮一碗红糖鸡蛋，要多多放糖。以前啊，日子苦的时候，我就好给你爹做，你爹就爱吃这个。以前日子苦。够了！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我已经娶了镇北王府的朝阳郡主为妻。什么？还不如死在外面！大丫，别这么说话。娘，你这孩子多大点事儿啊！哥，我不知道你娶亲了，娶的还是个郡主啊。那先恭喜你了。啊，这房子你给我2日，我带着3个孩子搬出去。你确实不能继续住在这里。过几日郡主会随我一块祭祖，会来到这里。我让人另外给你找一处房子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日后会有人送银两给你。安分守己？你一个人在外面寻花问柳，停妻再娶，让我娘一个苦苦守了你们一家3口牌位过了10年的人，安分守己？是我父亲要这个福星啊！不是东西。我今天新买的肉，你们快来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他是张鹤瑶。爷，您回来了。他不是我们的爹，他在外面攀高枝，娶了别人，不要娘了。哎呀！爷，他打我！你是谁？萧燕，前破将军，你来我们家做什么？他是来找我的，我与他相识。张鹤瑶不要脸，停妻再娶，不要我娘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老天，你怎么不睁开眼？你是那个负心博士的狗东西！张鹤瑶，你放开我！做人可不能丧良心。亲娘这么些年来，一直送走了你的父母，又为你守了这么多年，你于心何忍呢？你别说了。大丫，你带着3丫进去收拾东西，除了金银和细软，他们张家的所有东西都不用拿。你要用我爹娘威胁我？你不做贼，你心虚什么？你要是对得起我娘，你还怕见到你爹娘的牌位？哥，爹娘的牌位是我留下还是你带走？我爹娘的牌位岂有你带走的道理？子顺，帮我接着。哥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这3个孩子日后还要嫁人，你不能休了我，我们和离吧。
你我根本没有婚书，既无夫妻之名，又无夫妻之实，何来合理？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便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。什么？陆七娘，你敢打我？是，我知道你如今当官了，我打了你，带我去报官，我认罪。但我若不帮二丫出这口气，这事儿她一辈子过不去。张大人，您堂堂朝廷命官，应该不会和妹妹斤斤计较吧？你和她什么关系？主仆关系。她什么时候成你仆人了？张大人，您误会了，我才是她的仆人，我连同我的一切都是她的。七娘，你们跟我走，先收拾东西。那些猪和羊，我晚点再找人帮忙赶过去。好，麻烦你了。走，二丫。陆七娘，你给我等着！小燕，实在是麻烦你了。等回头我找到了新房子，我们立刻就搬出去。书房在哪儿？我先去做饭。啊，还要麻烦一下，麻烦爹帮娘收拾东西。哎，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爹，我赚到钱了，今日我请全家吃肉。孩子们瞎说的，别放心上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行。哇，好大的房子耶！大丫他们几个就睡在东屋，你委屈一下，跟我挤挤。啊？我再去买条鱼，今日乔迁取个好兆头。不用了，小燕，不用这么破费。我去了。哎，萧燕怎么回事啊？是咱们来了，爹高兴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准喊人家爹。娘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一直喊爹的人，原来是个畜生。雪中送炭的是执勤我们一直不肯喊爹的人。我那般喊，只是想表达对他的谢意。要答谢也可以，但这个爹，咱不能乱喊。这也要找借口？娘，你觉得张鹤瑶会放过您吗？若是让别人知道他停妻再娶的事，难保他不会杀人灭口。但是萧燕待我们极好，我们不能连累他，知道吗？娘啊，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准备了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难道是想喂老鼠吗？包括那崭新的大床和被褥，他一个人今天宠新炕，明天滚大床。行了，我去摘点槐花，听话啊。娘，你别难受。嗨，你还有什么难受的？哎，我这肚子都饿了，赶紧做饭去。人倒霉的时候连风都欺负人。我来。爹，爹，
七娘，张鹤瑶的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我能怎么办？他既然想当他的骏马，那就去当吧，我不管。不行，你要去告他。啊？告谁啊？告我哥啊？萧燕，你不明白，我从小是吃张家饭长大的，虽然他现在不要我了，就当做我们俩扯平了，不用管他。不行，你必须去，你如果不去，你和大丫他们处境就很危险。危险？张鹤瑶会对你们下手，他会拿捏你。拿捏我什么？大丫他们3个还是张家的孩子，包括你的户籍都在张家，你要立女户，一起迁出来。那我找他要不就行了吗？他不会答应的。七娘，有些男人是这样的，他可以对你弃如敝履，但是他要求你对他不离不弃。你去找他，他拒绝你，再恼羞成怒，下一步就是杀人灭口。所以你必须先下手为强，你先去告他停妻再娶，把事情闹大，张鹤瑶势必要来私下找你和解，到时候你再跟他提出户籍的条件，他立刻就会答应。好，你容我想想，我这一天过得像做梦似的。这么晚会是谁啊？哎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给我送猪的吗？外面暖，进屋说话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张大人，请。来，哥，你来给我送户籍了，我刚刚还惦记着呢。陆青娘，这是200两银票，只要你一日不嫁人，我就会一直养着你和你的女儿。但是，你若是嫁给了别人，就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字。原来是给我送钱的，但是我现在不是你娘子了，我不要你的钱。还有一句话，哥，你说错了，我们是有婚书的。有婚书？那婚书何在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识字儿。因为根本就没有。有，一定有，只是我不知道罢了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就是想让我3个闺女还有我的户籍从张家迁出来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那我就祝你和郡主嫂子长长久久。看来这么多年，你真是长了脑。你是张家人，户籍我不会还给你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这么不讲道理，你都要娶别人了，凭什么还要霸着我？你好好考虑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只要你今日跟我回去，我答应你的我都会给你，包括3个女儿的婚事，我都会为他们找好夫君。不必了，我宁愿终身不嫁，也不用你安排。我这么好看，用你多管闲事儿？自己给女人当，回来却耀武扬威。嘿，二丫，回你房间去，不许对张大人无礼。今日这件事，哥，再容我考虑考虑吧。等等，把你的钱拿回去，我不要。萧燕，我听你的，明日就去报案。可怜我娘，苦守婆家10年，挖野菜养活我们，苦命堪比王宝钏啊！到头来，张鹤瑶死而复生，停妻再娶，逼得我娘走投无路啊！
那朝阳郡主可知道，他觅到的不是梁旭，是中山狼啊！别敲了，别敲了，好什么好？我们顺天府接不了这样的案子，涉及朝廷命官，你得去刑部告去。行，散了散了，都别聚在这儿。哎，走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哎，不是，师爷，等等。哎，师爷，不是啊，萧燕告诉我来顺天府，怎么可能搞错啊？顺子，鹤瑶哥确实有些对不住你，但是他这么多年不容易，当然你也不容易，大家都不容易。顺子，我要立女户，带着3个女儿，你回去告诉张鹤瑶，他若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，我便不告他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啊？鹤瑶哥不是不念旧情的人，你要些银子，别再这么闹了，只怕他寒了心，以后真有什么事，他不管你了。顺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若是张鹤瑶不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，明天我继续告他。好，后日我把户籍给你。太好了，我如今终于不是他们家的人了。接下来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找一件事情干，把3个孩子养活，给他们攒个嫁妆，最后给他们找个好人家，你说是吧？你就等着做个老姑娘，日后只能嫁官夫，要么给人做小。我愿意嫁给官夫，给人做小，也不会嫁给你。好好，我等着看。嘿，你这孩子！爹娘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猪出事了！什么？走，快！我的猪！为什么都要死了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别哭了，七娘，我给你买更多的猪。小燕，你帮我找几个人，帮我把这些猪处理掉吧。哎呀，先别买，来看看。我的娘，都死了！哎，这样，我认识一个饭庄的老板，让他把这些猪拉去，能卖多少是多少。那不行，这些猪都是得了猪瘟的猪，哪能给人吃啊？你帮帮忙，挖几个大坑，埋了吧。哎，这么多的猪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也没听说吃了猪肉得病的呀。等等，哎，你看我说什么？不能买。我不是说不能买，我是说这些猪不是得了猪瘟，而是中毒了。什么下了毒？下毒。啊，你们看，是砒霜毒，是被人下的砒霜。砒霜？你说这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连猪都不放过呀？啊！总比给人下毒好。七娘，你就当今天是猪替你挡灾了吧。哎呀，别愣着了，赶紧报官去吧！啊，这种人被抓，肯定得判他几年。就是。报官有什么用？庭期再去都没人伸张正义，谁给猪主持公道？埋了吧。哎，七娘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在想，下毒的人肯定是张鹤瑶。小燕，许久不见。找你的？不，我找你。
萧燕只是个意外，我乃朝阳郡主，今日来找你是为了我相公张鹤瑶。你相公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郡主讲话！郡主又如何？他抢了别人的男人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，他在我面前就是个小的，我才是原配。你就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吗？你太激动了，我只是想找你聊聊。以我的身份地位，想要做什么事情，直接吩咐下去就行了，还会亲自来这一套。我不懂，也听不明白。你抢了别人的男人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，想聊聊是吗？好啊，进去聊。委屈你了。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。萧燕，我有些口渴，能否讨一杯热茶？想把我支出去，可以明说。那请你出去一下。不行。小燕，没事儿，反正我也困了，想早些休息。有话赶紧说，有屁赶紧放。你们也退下吧。是。我就在院子里，有事喊我。放心吧，就算真打起来，他也打不赢我。现在这个屋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，有话赶紧说。我要你嫁人。我要你嫁人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没得选。你我身份悬殊，我若是想对付你和你3个女儿，易如反掌。我也不怕和你说实话，张鹤瑶心里还有你，但是他心里没有我。啊？他心里有我，和我分开了，心里没你，就同你成婚了。他要娶的不是我，而是镇北王的女儿，你懂吗？你既知道，还与他成婚？你怎么知道我对他无所图呢？我对现状很满意，不希望横生枝节。听说今日你的猪被人投毒了砒霜，那你有没有想到，可能是你得罪了别人，对方这是在给你提个醒。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你别激动，我是真想提醒你，一定要看好你3个女儿。要是他们不小心误服了什么东西，你说那可怎么办？你敢？我这个人啊，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我知道你刚强，若是我对付你3个女儿，你会和我鱼死网破。你知道还这样？这到时候我们2个都会输。你呢，可能是丢了命，我呢，则是丢了张鹤瑶。我不希望会看到这样鱼死网破的场景。你嫁人，好好过日子，我也可以好好过日子，这才是双赢。你真是无法无天了。1个月的时间够了，而且你不是有现成的人选吗？萧燕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对了，若是让张鹤瑶知道了这件事，那我会认为是你在挑衅我。陪猪。萧燕，你该不会要告诉我，你真的喜欢陆七娘吧？买猪的钱是5两，养了2个月，一共10两。好。萧燕，需要我帮忙吗？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心寒呢。从前我以为你是不解风情，现在看来，
原来是口味青丝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，不必谢我。萧燕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还能从他手里拿到银子？他也怕死啊？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？他就说让我1个月之内找个人嫁了，要断了张鹤瑶对我的念想。这张鹤瑶对我有念想，我都不知道，他还知道。小燕，有事想请你帮个忙，就是我刚……你说吧，不用吞吞吐吐的，我听着。张鹤瑶这个事是我倒霉，识人不清，但是这3个丫头实在没有错，我不想她们冒险，所以你能不能再娶我一次？实在不是我想连累你啊，我实在是……我娶你。把银票收好，明日去看看有没有人买主。我要嫁给萧燕了，这一次比上一次似乎更真一些。大丫，你爹呢？啊，娘，你醒了？我爹说他要出趟远门，快的话5、6日回来，慢则的话10几日回来吧。啊，萧燕出远门了？他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他让我告诉你了呀。告诉我了。他说他跟你说的话怕你担心，所以让我告诉你一声。萧燕这是逃婚了吗？不对啊，他出门我又不会拦着他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娘，你放心，我爹说他心里有数。他说慢子的话几日就能回来，放心吧娘，肯定能回来的。行。爹说回来给我带花环呢。带花环？那你爹去哪儿了知道吗？我爹进山了呀，背着他的弓箭去了。萧燕进山了。雷公电母，你们批画人的时候可要看仔细啊，别整到萧燕了。萧燕，你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吵到你睡觉了吧？没有，来，走，进屋换衣裳。别伸手，小心被啄。你还真给三丫带东西来了，抓的鸟吗？这是鹰吗？你猎的？这是白头神鹰，不过它翅膀受伤了，应该没什么大碍，你先养着。白头神鹰，那是不是能卖很多钱？七娘，这可不是用来卖钱的，我是用来赎身的。赎身？不是啊，萧燕，我没想要你卖身银子。不是，这个鹰是我向朝廷赎身用的，那对大雁是给你的。
朝廷书生，那就是说你日后便是自由身了？我说错了？只是朝廷允许我从贱籍变成良籍，不过我依然是你的人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朝廷都不拘着你，我还能拘着你啊？不是你拘着我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七娘，你忘了，我要在1个月之内娶你。对，那个郡主还让我1个月之内嫁人呢。良贱不通婚，之前娶不了你，不过现在可以了。这大宴是用来提亲的，在没六聘上，时间仓促，怕是要委屈你。够了，这是我找你帮的忙。若还是挑三拣四的，那我成了什么人呢？萧燕，你说让顺天府尹把神鹰交给皇上，他们抢你功劳怎么办？不会，他就算想那么干，也没那个本事。怎么说？你没发现白头神鹰只接受我的喂食吗？对呀，我喂他耗子，他也不搭理我。哎，所以说这个神鹰只接受你的喂食，所以顺天府尹也没办法抢你功劳。萧公子留步！恭喜萧公子，从今以后，萧公子就是自由身了。哦，婚书也都一块留底了。谢大人。咱们现在户口落在一起了，咱们是正经的一家人。娘，你现在和爹不是正经结婚吗？不摆几桌？什么正经不正经啊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等过段日子再说。我现在需要攒点钱，成亲就要有成亲的样子。好。哎，小孩现在看得懂吗？哎，对了，咱们的生意怎么样？地方已经找好了，现在需要在旁边支个草棚子。等回头手头宽裕了，再在旁边租个正经的铺面。租个铺面？5、6、8，哎呀，算了，这铺面得多少钱？支个草棚子得了。再看。行。妹妹，快来看，快来看呐！今天开业大酬宾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可以挑点哈。我也来一个，哎，我买一个，来一个，这不错不错啊。1天1两银子，就算不这样算，这1个月20两，1年240两。这怪不得人家都喜欢做生意啊，这挣钱像抢钱似的。娘，好多钱呀！是啊。娘，要不我也辞工回来帮忙？怎么，在胭脂铺受委屈了？没受委屈，就是1个月累死累活的，才挣1两银子，说得我口干舌燥呢。这样，你听娘说，回头等咱家生意发扬光大了，你再回来。行吧。对了，娘，听说明日就是殿试了。对啊。哎呀，快龙神仙保佑啊！五公子明日高中状元，满游街的时候能带你们去看看。时候不早了，是不是要睡觉了？保佑公子明日顺顺利利的，名扬天下。谁说要求太多，只能实现一半？这3份卷子，这都很喜欢，
各有千秋。你们3人，朕也都很满意。不过状元只能有1个。学生不配舔猎头甲，愿意退出。哦，为何呀？因为学生今日要告御状，户部左侍郎张鹤瑶停妻再娶，忘恩负义。皇上，这般负心薄幸的人，何德何能担任要职？还请皇上为陆氏继娘主持公道。皇上，微臣并非始乱终弃，而是那陆氏已经另嫁他人，微臣为了成全他，选择了退出。你胡说！他为你苦守10年，你怎么忍心血口喷人，侮辱他清白？没有，我回来之时，他已经和萧燕住在一处许久。萧燕？不错，正是破虏将军萧燕。张大人还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救萧燕还不都是为了你？陆氏只是报答萧燕的救命之恩，对他并没有男女之情。陆氏对微臣有恩，但是他和萧燕之间已经做了真夫妻。你胡说！我当年投军的时候，他13岁，我们尚未圆房。若是陆氏真如你所说那般清白，何以为他验身？你够了！此事朕倒是知道一二。不久之前，萧燕用白头神鹰免了奴籍，已娶了陆氏。没想到姐姐居然成亲了。皇上，可张鹤瑶确实数年间没有消息，陆氏一直以为他死在了西北。可他和张阳郡主的婚事却是在前年，张鹤瑶停妻再娶之事板上钉钉，无可辩驳。这件事朕会派人调查，只不过让他吃些苦头，没想到眼睁睁看他们把朝堂搞成这样。算了，明天去看看那臭小子吧。请问这是萧燕家吗？二位是？哦，我是他长辈。那是自家人，来，快里面坐。老爷坐里面。萧燕，你家长辈来了。我家长辈？免了，许久不见，你倒是过得不错。你也不介绍介绍，我这都不知道怎么称呼，怪失礼。这是？我是他外公。外公，大爷放茶。你女儿？啊，对，这是我家大丫头。听说你有3个女儿？啊，是，这是我家大丫头，叫大丫。大丫，这是你爹的外公，你得喊老爷，您贵姓？哼，免贵姓李。拜见李老爷。李老爷。对，李老爷，您不知道，这萧燕啊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家里人，嘴硬不肯说。是吗？嘴硬倒是真的，打死不认错的东西，都成了亲了，还没改掉这臭毛病。哎，李老爷，我俩没成亲，那都是假的，他哪能看上我呀？不是。干嘛？就知道，听说我们是假成亲，老人家立刻就高兴了。婚事是假的？那当然了，这萧燕怎么可能看上我这样的呢？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说清楚啊！老爷，要不让萧燕亲自给您说，我买菜去。福叔，要不您跟我一起去，给他爷孙俩腾个地儿。老爷，去吧。是。大丫，走。小丫，走。臣萧燕参见圣上。
老爷，吃块豆腐吧。菜来了。老爷，来了，上菜了。老爷，怎么咳得这么严重啊？哪儿不舒服吗？哎，我认识个神医啊，这人虽然吊儿郎当的，但这医术没得说。不用，我这病啊，怕是没治了。哎，这胡神医的医术非常了得，我和萧燕都是他治的。娘，要不我去叫神医？哎，对，快去，跑2步。老爷，再等等啊。慢点！哎！娘回来了。哼，我说陆七娘，你拿我当你们家长工呢？啊！我又不是不给你钱，快过来给我家老爷看看。你快点啊！来，把手伸过来吧。怎样？说句话呀！哎呀，没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你大胆！哎呀，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啊！你是神医，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。哎，不是啊，老爷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真救不活了？哎呀，其实也不是没办法，只不过1天得3副药，1副就得3两银子。你给他治病，你们还活不活了？1天要3两银子，你怎么不去抢啊你啊？毕竟这不是外人啊，他是萧燕的亲外公啊。你说吧，这个药吃几天？多少钱？吃几天？他得一直吃，1天3两银子。你现在算有吗？说不定以后能存到。难道你想把你现在所有的家当都给人家看病啊？全当了也不够啊。这不就结了吗？那你还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？你说我要当着他面说，你这不让萧燕惹人嫌弃吗？行了，给我把房子开了。哎呀！你呀，真是个傻子！拿着吧，我走了。行。哎，我不送你了啊！哼，你可千万别送我啊！老爷，这是那药方，这药方有点贵，1天3两银子。3两银子倒也吃得起。滕文府，快收下吧。是，老爷。陆七娘是个好姑娘。时辰不早了，那我们也不打扰了。行。哎，等等，老爷。老爷，我这……哎呀，没事儿。这边啊，准备一点吃的，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路上吃。哎，是老爷。哎，常来玩啊，老爷。哼，又是告状的，告张鹤游。你看看这个，应该怎么回？皇上说笑了，
老奴愚钝，哪有什么主意呀？哎呀，朕倒是觉得萧燕和契娘在一起挺合适的，倒不如将错就错。皇上，那张鹤瑶停妻再娶，人品堪忧，实在是……唉，那就看他日后如何。如若再犯，朕也不会心慈手软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，马太医到。你看看这药方对朕的病是不是有用？在下才疏学浅，看不明白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李老爷子家里这么宽裕，为什么当初不管爹，现在又回来看你？难道是反悔了之前叫你发卖吗？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你嫡母是公主，没有人敢轻易自认你外公。一样的，养百样人，全家的经验都被大丫一个人占据。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废。只要我们一家好好就行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来看你，你得领情啊。领情？陆七娘，陆七娘，快去胭脂铺子看看吧，你女儿在那出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她打碎了店里最贵的蔷薇水，那是胭脂铺子的镇店之宝，一瓶要200两银子，听说那是贡品。200两，那二丫现在肯定很害怕，我得去陪她。银子不用愁，全都不用愁。今天我就打死你们俩！你两个小娼妇，就连把你们卖了，我告你也不够赔钱的。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到妓院去。孩子受忍，够了！我们是来做工的，不是卖身的。就算打碎了东西，凭什么打我女儿？爹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哭啊，没关系。你做的错或对，将承载我。但若旁人想欺负你，绝无可能。哎呀，娘，对不起，真是他针对我，欺负我。娘知道，别哭啊，娘想办法，不就是赔钱吗？没事啊。自从他来以后，他经常针对我。那天还抢走了我的老主顾，说我们一家都是叫花子。推搡间就碰到了蔷薇水。你撒谎，明明是你欺负我初来乍到。娘，我没有。好了，娘知道哈。掌柜的，这2个孩子都起了口角，都骂了人，都动了手，但这责任也得分个大小吧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们两家都有责任，要么你们两家各赔500两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500两？掌柜，我们卖蔷薇水也才200两银子。那是贡品，不是卖的，要不然现在就把你们俩送到窑子里接客还账。你小叶，你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了不起的蔷薇水，我会找人问问有没有一模一样，若是没有，我会赔你一瓶更好的。就你还一模一样更好的？你现在不是那破鲁将军了，你就是一个平头百姓。给我3日时间解决。谁给你3日时间？我都怕你们赔不起，连夜离开京城。我们不可能跑的。谁相信呢？要不然你找一个人担保，要不然拿东西抵押。我们哪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啊？谁说没有？哼。
这是白头神鹰，我替皇上暂养的。我若是逃跑，天涯海角，皇上都会通缉我。这样够不够？3天，就3天。爹，他们没事，你跟娘先回去，我想办法。走吧。这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会抢贡品去了吧？爹有办法，1瓶蔷薇水而已，放心吧，娘。爹，你回来啦！回来了。爹，萧燕，你抢贡品去了？没有，我找故人要的。此次夺回了腾宫王，也是看着亲娘的面子。那二丫，你看看哪一瓶和你打碎的是一样的？这剩下3瓶，给人送回去吧。都不是啊，掌柜就是故意为难我们，肯定还会狮子大开口。我来应付他。亲娘，啊，你先挑1瓶，然后让3个丫头每人挑1瓶。啊，这娘，你得好好保管，是个很贵的，一个几百两呢。100两1瓶啊？那我们要是卖1瓶，岂不是能买一处大宅子？娘，这是贡品，贡品不能买卖。这能卖啊？那凭什么胭脂铺能卖啊？多半是假的。假的？哦，他们假的换咱们真的，那咱们不是亏大发了？不用还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今日这事应该是冲我来的，是我连累大家了。没有，这事情既然发生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一起面对。这蔷薇水香气扑鼻，他闻了肯定喜欢。怎么还不睡觉啊？等你呢。好香的树啊！我睡觉有什么不老实吗？
完了，把我埋了吧。不是小叶，你听我狡辩，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，这纯属是意外，没有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日后你若是想始乱终弃，我就把今日的事情拿出来说。蔷薇水呢？你不说拿蔷薇水过来吗？带来了。哼，你想干什么？卓卓手里的蔷薇水是我从内务府张大人那儿要的，大人还问是哪家有内务府的贡品流出来，还要差人好好查查，如果有人监守自盗，他要派人清理门户。掌柜的，你要好好想一想。你少拿内务府来吓唬我，是吗？好，那你跟我走一趟，让张大人亲自问问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还请萧将军你就放了我吧。我不是萧将军，我不过就是个普通百姓，但是我确实比你多认识点达官贵人。对，狐假虎威的感觉可真好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如实回答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；否则的话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。您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张和尧大人给了我30两，区30两银子，就敢跟我碰起来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哈士官，您怎么和官斗啊？卓卓，我们走。这个多少钱？3文钱啊！可以。你慢走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爹爹那么厉害，我自然开心。陆七娘，陆七娘是哪个？现在闹事儿的都得穿成这样吗？你这村姑就是陆七娘？你怎么说话呢？穿着人模狗样的，张张嘴就喷粪。哎，怎么，你跟狗抢屎吃去了？你，还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呢。等小爷忙完正事再来收拾你。喂，陆七娘，娘不搭理傻子。哼，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，你全家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，你全家才是傻子。哼，鹦鹉学舌，学人精，跪着喊师傅。小公子，我就是陆七娘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当然有事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小叶呢？快把他给交出来！你谁呀？我乃云国公府三公子云亭，怕了吧？云亭，那个买野猪的大冤种啊！哎呀，都是自己人啊！那个萧燕她出去了，少骗我！你说不定把她关在哪里虐待呢。我都知道了，你就是个养猪的，用一头猪把她给换了，说回家配种。哎呀，你别哭呀！爹，快来，有个傻子找你。我总算找到你了，听说你被发卖，我就要去买你，结果老爷子不当人，把我关起来了。你呀，给我正常点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是你朋友啊？不是，他是我舅舅。怪不得你外公身体不好，有这么个儿子，确实挺操心的。不是，这是我外公的外甥。要说来，算我表舅吧。那是正经亲戚啊。那这样，你带他先回家，我买菜买肉去啊。哦，不用，
你听我说，这靠得太近了。不仅不要做好吃的，还要做最差的，让他早点知难而退，回他自己家去。这不合适吧？你按我说的办。不是萧燕，这种地方你也能住？这是猪圈，您尊贵，赶紧走。哼，也就是会投胎，做个下人早就被打死了。你知道我会投胎，还敢这样和我说话？哟，吓死我了！你来打我呀？看我爹锤不锤你？你爹？对啊，爹。萧燕，你怎么能认贼作女呢？谁是贼？我住我爹的，吃我娘的。你跑来我家说我是贼，快吃饭吧。喂牲口也不行，给这等草食啊！牲口是不吃，这是给你吃的。吃饭。萧燕，你吃苦了，这种东西你也吃得下去？你要是饿了，你也会吃的。我不吃，这家里的任何一个东西，我绝不吃一口。你不是不吃吗？哼，去给我打盆水净手。她们是我的女儿，不是你的丫鬟。骗人行，别把自己也给骗了。你连女人都没有呢，还女儿呢？我说他们是，他们就是。云婷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不许打他们主意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我打他们主意？你别门缝里看人啊！我要学破虏将军，先立业再成家。女人休想挡住我前进的道路。小燕，你看，我好像看到了门下走狗了。三公子，您是受欺负了？是破虏门下走狗。我要向我爹表明态度，我是站萧燕这一边的。反正萧燕，你不用撵我走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唉，看来确实是撵不走了。谁要吃这东西？黏黏糊糊的，不好吃。你要是吃，就是狗。你才是狗。李老爷，腾叔，你来了。萧燕，你外公来了。外公？萧燕，谁冒充你外公啊？你这混账小子竟然也在，远远就听见你的声音了。谁踩我？李老爷好。二丫，你这死丫头！我叫卓卓，卓卓，只有我娘才能叫我二丫。外公好。云婷，还不快给你舅舅行礼？舅舅，快跟我去端菜。老爷，您这身子怎么看着还不如从前？是没吃药吗？那些苦药我当饭吃，吃了几年，我实在不愿意再吃了。哎呀，那也得吃啊！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良药苦口，对不对，小燕？对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儿个一早，我再让大丫去找胡神医，再拿3副药，我看着您吃。这生死簿让您活到100岁，您不吃不喝，非要饿死，那谁拦得住啊？这药一定能治您的病，我说了能治，一定能治。这小辈儿说的话，您听进去就没面子了。哎，好，就冲亲娘这份心意，我回去就吃。必须得吃，若是这药没用，您差人告诉我一声，我明儿个我找他老夫去。好，小燕，你是怎么受得了这个泼辣货？认识亲娘，是我之幸。
三丫，看你这手，弄脏了。可惜朕此生怕最后见到此场景了。滕文府，让太医院按照上次的方子抓药来。可马太医说那药没什么用啊。有毒吗？那倒没有。那就抓2副试试，也算不辜负契娘的一片良苦用心嘛。是，传旨，让太医院给皇上煎药。是。户部左侍郎张鹤游，虽然是契娘的前夫，始乱终弃，但这小子确实有本事啊。这人可以留给太子，人品方面嘛，略有瑕疵啊。滕文府，再追一道旨意给契娘，等到萧燕回到朝廷之后，让他不必再等，立刻就有诰命。老奴替契娘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看起来你也被收买了呀。哎呀，朕不知道萧燕日后是否也会变心，但也只能帮他到这儿了。皇上，药好了。哎呀，唉，朕有些倦了。老奴服侍您歇下。皇上今早怎么这么精神？难道是回光返照？看来朕大限将至啊！今日罢朝吧。皇上，把这个药再给朕端一碗，至少喝了能睡个好觉。是。皇上，朕这回光返照的时间是不是略长了点儿？皇上，您用药2日，这身体一日比一日好啊，是那药见效了呀。难道是朕多年来兢兢业业治理国家，上天多赐朕3、5年时间？是老天开眼了。还是保守了，这许愿许的应该是向天再借20年。皇上，把那神医请进宫，再给您看看。朕观那神医颇有些仙风道骨，不似寻常中人。更衣，朕还是亲自去见他。皇上已经辍朝2日了，难道说真的是身体不行了？太安静了。哥，我今日卖鸡蛋卖了好多钱，回头晚上我再拾点，省得被羊踩碎。我不喜欢那种日子。没错，我厌恶满是鸡屎味的日子，厌恶陆七娘没有见识。可是
我也会把书院里的肉菜带回来给他吃，也会买红头绳给他，因为他会笑得很开心。日子那么苦，我已经没有了欢笑，却还想看他笑。老爷回来了。没用的东西，下去。新鲜好吃的荔枝，2两银子一颗食。哥，吃了这个能成仙吗？哎，客官看一下。贺瑶，你回来了，我让人给你备了夜宵。我在户部吃过了。你怎么又不听话？不是让你先睡了吗？没有你，我睡不着。坐吧。相公，你说我身边的树玉和知素，哪个给你做同房好？都不好。朝阳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就算其他女人貌若天仙，我也看不上分毫。那我和那个给你做童养媳的妹妹比呢？朝阳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只拿她当妹妹，和她没有共同语言，也不想娶她，只是碍于父母之命。不过，终究是我对不起她。倘若没有你的出现，我会娶她的。但是，你出现了，我便什么都顾不得了。也是我对不住他，抢了你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傻瓜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和你没关系。要是上天降罚，我愿意替你承担。你那个妹妹嫁给了萧燕。萧燕那个莽夫又懂什么？她不过只是运气好，被契娘竟然买了回去。我会让契娘知道我能做到的，比萧燕多很多很多。娘，你看，那不是陆承宗那个狗东西吗？别理他，装作不认识。姐，看我这身衣衫，哎，好看不？滚远点儿，别丢人现眼。嘿嘿，姐，我的好姐姐，我能穿这身衣裳，多亏了你，给我找了个好姐夫。说什么？嘿嘿，没想到啊，我姐夫找人啊，给了我20两银子，还给我找了个肥差。我告诉你，我没你这样的弟弟。姐，你说你是不是傻？你之前把姐夫告到官府，姐夫不计较，反而这么照顾咱们家的人。你要是聪明啊，你就该好好伺候姐夫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滚！陆承宗，你最好别来告诉我你这身衣服是因为我得来的，否则老娘让你脱下来。不是姐，你给我滚！看着点，我出去一趟。张鹤瑶，张鹤瑶，这也没别人，你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。张鹤瑶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有钱有权了，就什么事儿都归你管了呗？你还是那般火爆脾气。我火爆脾气是因为你惹了我，给我转过来！你也知道我不会治罪于你，所以才这样。治罪于我？你要点脸吧，张鹤瑶！是谁供你读书？是谁帮你把你爹娘送走的？现在装什么张大人？管事情管到我头上来了！我给陆承宗个出路，
你不愿意？我在张家这么多年，和我娘家有过来往吗？我恨他们恨到入骨。你现在来帮他们，纯纯恶心我是不是？啊！你现在勾搭上郡主了，回过头开始惦记我了。张鹤阳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呢？住口！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，你要是再敢来惹我，我就继续告你。我看这事传到你的娘子耳边，你怎么交代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吗？像不像我管不着。你爱让陆承宗做什么事情我不管，你稀罕他哪个姐姐你找他去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别来恶心我。张鹤阳，你做个人吧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好心帮你，你非要曲解我的好意。帮我是吗？那陆承宗一口一个姐夫你听不见啊？这话传到你娘子耳朵里，指不定还要害死我全家呢。我那么多头猪全都被他害死了，你不知道？你知道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在这装什么出人头地？几头猪罢了，如果你心里过不去，我可以赔偿给你10倍、100倍都可以。省省吧，你才赚几个子儿，要不就是吃软饭，要不就搜刮民脂民膏。我花你那钱，我还要点脸，我都怕折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若是敢掀我的桌子，我死也要溅你一身血。既然你这么生气，那我让孙顺告诉他，不让他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也不许他喊我姐夫。不过齐良，你若是再一味耍横，他们还是会伤害你。做人有的时候也需要妥协。做人？你跟我讲做人？真不要脸！等等，七娘，以后我每个月让人送银子给你，你不用抛头露面。张鹤瑶，我再说一遍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关系。陆七娘，气死我了！张鹤瑶真是脑子有病，现在还给我找不痛快。好了，别气了。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说的对，不停的晦气玩意儿。不过现在生活过得也挺好的，夏夜，你觉得呢？我对现状没什么不满意的。若要说有，大概是希望成一个家吧，一个真正的家。成家？那倒也不难，不过咱们得挑个好的，所以不着急啊。我不着急。行了，睡觉吧。睡觉睡觉。七娘，我不想只在你眼前，我想走进你心里。如今已经有了名分，所以不慌不忙，你我来日方长。季良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五公子出事了。五公子怎么了？都是为了帮你状告庄鹤瑶，五公子一直不放弃，所以生了病，说是肺痨。这不值得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五公子在床上已经起不了身了。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我想办法。冷静些，要不请胡神医去周府给看看。不行，这周府不让外面的神医进去。那晚上啊，我想想办法把他背出来。来，回来了，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陆七娘，哎，你是个土匪吗？这大半夜的让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哎呀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！
你说那位老爷心思重也就罢了，哎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有什么丑事？心思怎么也那么重啊？到底把自己累病了是不是？累出来的病啊？怎么治啊？鹿茸，鹿茸，新鲜的鹿茸。我去找。又麻烦萧燕了。姐姐，我在呢，我在呢。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先好好休息啊。这百姓还指望着你呢。姐姐，你嫁人了？是，我嫁人了。那我不能待在这儿，你相公会责备你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来，你先好好休息啊。你放心，没事的。我相公出门给你找药引子去了。姐姐，我没帮上你。哎呀，你傻不傻？我跟那狗东西早就分道扬镳了，你还揪着过去不放干什么？他3品，你才几品？你呢，以后千万别做这些拿鸡蛋砸石头的事儿啊！他辜负了你。他是辜负了我，他就是一混蛋。但是姚哥，你糊涂啊！你未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为了我，不值当的。回来了。亲娘，幸不辱命。你平安回来就好。他还好吗？还是这个样子，发着烧，说了一晚上胡话。哎，你别管这么多了，赶快收拾收拾，休息休息去。那我换身衣服就过来。去吧。有你这样的情敌，可真幸福。娘，药已经给五公子喝了，他好多了。爹出去整整1个晚上，定是累坏了。你爹一个大男人，爱面子，他就是不想让咱们看到他这么累。大丫，你待会儿啊，找个借口多准备2道菜，再把桃花酿拿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去吧。爹，今天是个什么特殊的日子呀？嗨，我这今天不是看见周公子身子好转，咱们一起庆祝一下。你去跟他说几句话吧，我担心他一直郁结在心。那行，做饭去吧。五公子，今日感觉如何？好多了。亲娘，你累不累？我累什么呀？今天没干什么活，坐吧。哎呀，这次多亏了你啊！你跟我说这个就见外了，你对我多好，我心里能没数吗？哲哲，我昨夜熬了一晚上去打猎，你们有没有？是说有没有关心你吗？啊，当然啦。那你娘她……我娘说她不让提，她觉得男人要面子，是不希望我们安慰的。胡说，我明明希望她。萧燕，别自己喝呀，咱们一起喝吧。来，为了庆祝五公子身体康复，走一个。来，
不是我吹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整个镇上都没有。亲娘，亲娘喝多了，失陪。我该替姐姐高兴。萧燕他是个很好的男人，跟传闻中一点也不一样。我明日就搬走。你要是搬走了，亲娘会不开心的。我在这里不方便，亲娘怜你帮你，但是她对你并无男女之情。我没有，我对姐姐没有。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为难她，毕竟被五公子这样风光激越的人喜欢，说明他很好，不是他的错。亲娘她怜惜你，放不下你，是因为把你当弟弟。五公子，你要好好珍惜这段姐弟情啊。我明日要回家了。可以，以后常来住。五公子，你在亲娘为人奴仆的时候，给了她最大的善意。你喜欢她，尊重她，甚至不惜为了自己的前途为她摇旗呐喊。你的喜欢令人尊重。您这般让我无地自容。五公子，不必对我如此客气，日后叫我一声姐夫就行。若是换成别人，我倒不担心，但是五公子，抱歉，我必须对你又争又抢。娘不见了，我和大姐到处都找不到，怎么办啊？亲娘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别担心，你们先把摊收了，赶紧回家，我去找。大人，不好了，亲娘不见了！啊？什么？快去找啊！是。这娘们儿是萧燕的老婆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俺瞅着也不太像，可是俺们打听过了，她就是陆亲娘啊。先吃饭吧，等会儿这娘们儿醒来，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？吃饭。用这伙人刚才所说，他们保我是冲萧燕去的，不行，我不能连累小燕。嘿，陆亲娘跑了，给我追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上！都给我拿下！是。张鹤瑶那个讨人嫌也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过，让你做事之前过问，要不是今天我暗中派人保护你，没有人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。监视就监视，说的这么好听。不劳费心，我的媳妇儿，我自己管。
亲娘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害怕极了。我萧燕不信鬼神，不敬神佛，但是今日却虔诚祷告，希望各路神佛能够保佑你逢凶化吉。他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我快装不下去了。不是，这种情况我还要装下去吗？其实我今日也害怕极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我向你保证，日后我去哪里都告诉你。这陆契娘失踪，张鹤瑶又一夜未归，多半是和这件事有关。这萧燕也为他去调兵。陆契娘啊，陆契娘，你可真是好福气。娘，怎么了？吵吵闹闹的。张鹤瑶给我送了一匹马，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。陈欢，不可以对爹爹直呼其名。知道了。还有一个从西域请来的驯马师傅。娘，您一会儿来看我驯马。小心些，去吧。淑玉，你说这大人突然给陈欢送马是什么意思？奴婢愚钝。你还真是蠢。这张鹤瑶是想告诉我，即使我的女儿对他不屑一顾，只要他想讨好，就能让他高兴。同样，这张鹤瑶若是想对付我女儿，也是易如反掌。张鹤瑶是在提醒我有软肋。好你个张鹤瑶，我倒要看看和萧燕争，你拿什么赢？回来了。萧燕，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一身伤啊？你没告诉他们，你现在不是贱籍了？告诉了，我去拿回我的东西。嫡母在旁边煽风点火，然后我爹竟然骂我、打我，把我赶了出去。就连我的亲生母亲也眼睁睁地看我受辱。我是真的很想问问他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他这般厌恶我。先坐下吧。小燕，你相信我吗？你若是听我的，那东西咱就不要了，就当做还他们的生养之恩。从此以后，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，你过你的阳关道，大不了就当做你父母双亡，咱以后孑然一身。我不是孑然一身，我还有你。亲娘，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，我想跟你做真正的夫妻，长久的在一起，一生一世都不分开。小燕，你……亲娘，我想要一个家，有你，有孩子，可以遮风避雨，让我真正眷恋不会被抛弃，不会被我放弃的家。忘掉破虏将军，我就是一个从小不被爱，孑然一身，无处可去的可怜人罢了。这人怎么还装上可……你要是觉得日后我有出息，会像张鹤瑶那样抛弃你，那我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守着你。没了他，功名利禄又算什么？小燕，你别这样。你不用现在就答应我，我们可以多给彼此一点时间。只是你现在别撵我走，我没有家了。好，
你放心，我不赶你走的。但是萧燕，你以后别再说不想当什么破虏将军这样的话，不然我总觉得自己罪孽深重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帮你上药吧。过来。疼吗？不疼。忍住啊。娘怎么那么不开腔？娘是怕之前的毫无保留的付出，却被张鹤瑶那般背叛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不怕，爹会保护娘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过几天上元节，皇上要与民同乐，听说还有花灯会。要不过几天咱一起看看去？哎，这个花灯会人特别多，如果我们支个摊子，那岂不是能赚很多钱了？娘，你和爹看花灯去，摊子我们支。娘，你去看花灯，我去帮二姐。好啊，你们三个臭丫头，好的不学，学人家趴墙根儿。说，听见什么了？全都听见了。好啊，臭丫头！别跑！娘，你和爹看花灯，我和云婷看摊子。我跟他有什么好看花灯的？您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，不看花灯可惜了。对啊，这里有我们就行。那行吧，那我顺便去看看大丫和三丫去哪玩了。你们俩人看好摊子啊。嗯。卖荔枝了，卖荔枝了！卖荔枝了！萧燕啊，你看，皇上携太子殿下登上城楼了，快看！皇上，哎，我们也去看皇上吧。一会儿放烟火了。这烟火什么时候都能看，皇上可不是。走，嘿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皇上，那旁边是太子吧？萧燕，你看，皇上。哎，这皇上怎么长得这么眼熟啊？真没想到，那不是李老爷吗？李老爷是皇上。对啊，他不是你外公吗？你嫡母姓白，李老爷姓李，这不对啊！难不成他是你公主嫡母的父亲？当今皇上？你终于发现了，秦娘，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我怕你紧张。你怕我紧张？我的老天爷呀！我居然见过皇上，皇上还来过我们家里吃过饭，还吃过好多次。我的担忧多余了。我就说嘛，萧燕这样的大将军，皇帝怎么会真正怪罪他？皇帝到底是爱财的。萧燕，你稳了呀！皇上他亲自来看你，没有气怪你，这下子你彻底稳了，你稳了。亲娘，你冷静点。我这是为你高兴。父皇，小心父皇！怎么回事？什么炸了？城楼有人行刺皇上。那你快去救皇上呀！江玄在。江玄，不行，
他不仅是皇上，更是你的外公。就凭这一点，你必须救他。保护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启禀皇上，刺客已尽数诛杀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请皇上移驾。小叶，小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没事，朕有事儿。参见皇上。怎么，朕换了身衣服就害怕了？没有。你们二人今日护驾有功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啊？求皇上为草民和陆七娘赐婚。小燕，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，你确定就只要朕给你赐婚？草民确定，请求皇上为我们二人赐婚。有皇上赐婚，七娘就不怕我以后不要了。皇上，草民不愿意接受赐婚，恳请皇上恢复萧燕破虏将军的身份。不，草民不想要将军的身份，恳请皇上为我们二人赐婚。你是不是傻？咱俩都已经成亲了，还赐什么婚啊？你就别浪费这机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朕知道了。起驾回宫，恭送皇上。呀，这么好的机会都被你浪费了。功名利禄我都不在乎，这一生我只想要你，只想跟你安稳的幸福。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圣旨到！萧燕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萧燕骁勇善战，护驾有功，即日起恢复破虏大将军身份。陆七娘，民女陆七娘智勇双全，英姿飒爽，赐婚破虏大将军，册封一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臣接旨。民女接旨。恭喜二位。恭喜爹娘！恭喜娘！来，娘，你也是诰命夫人了，